历时4年，通俄门最终报告出炉，特朗普为之欢呼。关注美国大选的人也许都还记得，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对他选情打击最大的事件就是说他叛国通敌，与俄罗斯勾结的通俄门爆料。对此，美国民主党还利用当时掌握的权力，动用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组织了调查。那么特朗普的通俄门最终调查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很有趣。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5月15日，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当天向国会提交了特别检察官达勒姆公布的报告，认定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当年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的所谓通俄门展开调查，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并且过于依赖特朗普的政治对手提供的线索和材料来推动调查。报告严厉批评 FBI 和司法部未能坚持其理应严格忠于法律的重要使命。不知各位有何感想？反正我马上又想起了现在特朗普面临的种种刑事犯罪指控，尤其是美国一个专栏女作家卡罗尔，今年已经79岁了，却突然向法院指控特朗普在28年前在商场的试衣间里强奸了52岁的她，居然赢得了法院的认可。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法院却判特朗普赔偿500万美元的诽谤罚款。与此同时，检察院和法院还同时审理特朗普当年委托律师给雁行起诉的封口费案子，一共34项指控。如果罪名成立，特朗普将被判刑136年，比杀人、强奸、抢劫还要严重。由此可见，美国真是自我标榜的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吗？非也，一切都是为了政治。在政治需要的时候，司法机关不过是掌权者的政治工具，任何法律都可以成为打击对手的根据。特朗普之所以会面临这么多的官司，之所以会突然被人指控几十年前的商场试衣间强奸、航班飞机上强奸、封口费，不就是因为他要和拜登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吗？当然了，特朗普对于这个最终调查报告的出炉表达了欢呼，他直接用一个字：哇！他还称这说明美国选民当年被骗了。对于美国两党为内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出于政治动机，利用司法机构这类国家公器来攻击对手，许多美国网民质疑，美国真的像他自己说的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灯塔国家吗？美国内部斗争都是这样，更何况对他国的斗争呢？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美国为了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竟然敢用一个玻璃试管装点白色粉末，污蔑那是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的证据。面对美国如此勾当，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会说华为的5G 技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什么会说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什么美国现在又开始攻击中国搞胁迫经济？因为造谣污蔑、栽赃陷害，这就是美国一贯的把戏。与美国打交道，我们务必树立一个基础性认识，美国就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流氓无赖国家，必须把美国定位在流氓无赖的基础上，确立对美战略和政策底线。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